您真要告女儿？对，我要告我的女儿尹雨柔，忤逆不孝，不嫁人不说，还开了个青楼，她是要气死老夫啊！您稍等，尹前辈，不嫁人好像不犯法，开青楼，听雨楼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早就不是青楼了，现在就是个吃饭听曲的地方。至于忤逆不孝，故意要气死你，法典上有，是重罪，要流放的。您仔细说说，他怎么顶撞您的？我给您做主。哎，行了，不用替老夫查这些，老夫比你清楚。坐。哦，保长，我听说你让王朝马汉找我要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不是500两，是200两。这两个混蛋，不管多少两，你还真敢找我要银子？你找我算账，我还找你算账呢，包拯，你欠我们尹家一大笔账，你欠我一个人。欠你一个人？什么人？姑爷。这些年雨柔是不是因为你不再嫁人？你欠我一个姑爷。我到哪儿去找个姑爷赔给您？你自己呀！胡闹！尹大人，您忘了您当年了吗？当初不让雨柔嫁给我的是您，现在让我娶她的也是您。您当这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您当我包拯是什么人？这开封府以前是老夫的地方，你是老夫的继任。包拯，想当初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那不是怕刘娥报复吗？现在刘娥没了，你又是开封府尹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娶了她，我就不用担心她在外面闯祸了。尹大人，我已娶妻在先，现在是有家室的人。这个我不计较。哎，雨柔也不计较，你让她随你入包府做小的，我同意。老夫愿意拿出半生的积蓄，作为她入你府的嫁妆。尹大人，包某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包拯恕难从命。你看，你这人，老夫好歹对你也是有知遇之恩的。前辈自便，晚上还有事情要办。是呗。哼！哎，包拯，包拯，三黑，你回来了。嫂嫂歇息了。歇息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在等你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趁热喝了。你有话要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了。我的眼睛告诉你，我想说什么了吗？你很愧疚。嫂嫂又带你去烧香拜佛看郎中了。我又让嫂嫂失望了。三黑，你失望吗？端午，种瓜不一定要得瓜，种豆也是一样，农夫也有撒下种子颗粒无收的时候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不能下蛋的母鸡，不是好母鸡。你不是母鸡，你是人。不能给自己男人生孩子的女人，不是好女人。三黑，你想有自己的孩子吗？你把雨柔小姐娶回家，让她为包家延续香火。包家有了后，嫂嫂不用愁了，你也不用愁了，端午也就不愁了。雨柔小姐至今还没有嫁人，一定是没有遇到她想嫁的人。她和她爹一定也发愁，你把她娶回来，她和她爹就不愁了，咱们皆大欢喜。端午，
您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？这个主意不好吗？不好。我觉得好。要不是当时嫂嫂不同意，你该娶的是雨柔小姐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快乐，你不快乐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端午，你不该这样委屈自己。我不委屈，你不答应我，我才会委屈。尹雨柔，尹雨柔，当年在泸州，你爹告诉我，因为我杀了刘父，所以娶了你，两家都要遭殃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怕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打定主意好好求嫂嫂，让她答应我们的亲事。但是回家以后，我看见什么了？是你的一封信，连人都没有见到，只有一封信。那是因为当时，你嫂嫂她有缘无分，我认了。我娶了端午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如今刘太后没了，端午又没孩子，你就要我娶你做妻，让端午做妾，我怎么对得起端午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。你没有的话，你爹怎么会到开封府来找我？如果不是你，端午怎么会告诉我你答应嫁入我们包家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我永远都不会娶你。那我就一辈子缠着你。我不管你去哪，我都跟着你。所以你休想躲开我，我就是要缠着你，我就是要缠着你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走！张公子仗义坦荡，大胆敢为，但多败于时运不济，造化弄人。尤其提防牢狱之灾，如遇到是非之事，能躲则躲。太对了。我问你仕途呢？说呀！张公子理应大富大贵，衣食无忧，但命运线分叉太多，旁生诸多枝节。什么意思？尤其是这一条，日后一旦踏入一步，理当别有一番天地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吃酒，吃酒。你这个人，不但诗写得好，还懂麻衣相术。你这个朋友，小爷交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天都在看你写的诗赋，不如今天小爷也做一首诗，让姑娘们谱曲吟唱，为你今晚摆的这桌酒助助兴。哈哈哈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姐，你咋哭了？你是不是也被人欺负了？哎呀，我就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什么叫也被人欺负了？怎么了？小姐，你这缺人不？干啥都行，不快这差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人家当差是为了安身立命，我们哥俩赔本赚吆喝不说，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。谁敢要二位叔叔的性命？小姐，您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对呀，从小就特别心疼您，还教你了一身好功夫。可我俩现在被人欺负了，只能来找您了。都快急死我了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赶紧告诉我呀！老家的凤凰不如鸡呀，谁都敢欺负。你们赶紧说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我可说了啊，快说快说！包黑子，要把你爹和我们往绝路上逼呢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借银子。借银子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，本小姐就是来找你借银子的。你要借多少？我去跟嫂嫂说。1000两。1000两，那么多，做什么用？救我爹。尹大人怎么了？落了难的凤凰，被鸡给欺负了。王朝马汉找你借银子了？我问你，这么多年，我爹对你有没有知遇之恩？有。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2位叔叔有没有对你鼎力相助？有。道理你都懂，可是你现在发达了，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逼得我爹一个人在家自带木家。我的2位叔叔却要去寻短见。不是我逼他们，是他们逼那个无辜的人做了冤狱，难道不该给他赔偿？该赔偿，1000两太少了。是这个1000两，我让他们赔200两，怎么又成1000两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借1000两银子，凑齐了到我家来找我。皇上，皇上，上钩了！皇上，皇上，鱼上钩了。怎么又上钩了？皇上，你看，这条鱼个儿大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桶就装满了。这些鱼是饿死鬼投胎吗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奴才们知道先皇喜欢钓鱼，所以这池子里都是些草鱼和扁鱼。这2种鱼呀，肚大贪吃，又喜欢结队抢食，所以特别容易上钩。朕钓鱼是陶冶情操，不是让你们哄着玩的。朕不钓了，把鱼倒进去。是。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皇上还在为国库空虚的事忧心，何止是忧心？延州一战，虽是击退了夏军，但也打光了银子。这几天的折子，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。军费、官俸、灾款，年年水涨船高。朕已经把和你姐姐结婚的银子缩减了1大半，可还是填不满一个省的空缺。我大宋的江山，和这池塘有什么分别呢？冗官、冗兵，泛滥成灾，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。他们除了张大嘴要食，就会去搅浑水。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，换个满池清净。怕就怕，这鱼还未净，皇上就先一步溺水了。恕臣斗胆直言，皇上现在水性尚浅，还不足以鱼死网破。难道要朕坐以待毙吗？未必。你有何高见？春闱在即，皇上何不在这个鱼塘里撒些有用的鱼种？待它们长大了以后，替皇上扫清道路。春闱，你指的是科举？正是。那是为了你爹和王延龄养的清道夫。皇上，要是换了养鱼的人呢？换谁？范仲淹。朕找2位来，是因为整个朝廷只有2位没有私心，马上就要科举了。这是朕做皇帝以来第1次科举会试，如何才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？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我朝科举是沿袭前朝风气，以诗赋取材，考生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研究音律、词藻、典故，而忽略了经世之道。臣以为治国应讲求经世致用，唯有策论优秀者，方可着以高地。重策论，轻诗赋。要想使天下安定，
必须让你的臣民吃饱肚子。百姓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父母官，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才俊。重策论轻师傅就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吗？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范大人的主张若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难以公平举贤。徇私舞弊如何招得来贤才良臣？臣认为，除了范大人的主张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什么？公平。怎么个公平？首先要糊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等内容要密封起来，以防考官收取贿赂后以名取士。密封姓名。笔记和记号也能作弊。考生的试卷可由誊录官抄写后进行评阅，以防考官根据笔记或者是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考卷。如若誊录官也受了贿，调换试卷或改写试卷呢？可再设对读官，专门负责校对评阅后的内容与原卷是否出入。如若如此，不如干脆锁院。主考官员一经任命，直到考试结束之前，都要住在贡院之内，杜绝与外界的联系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入内，将漏题和行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好，防患于未然，妙。不妙。哪里不妙？欲变革科举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去除顽疾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什么顽疾？投门生，结党营私。如何消除顽疾？制定律法，权臣举荐的官员失职无能、贪赃枉法，追究举荐人的责任。范爱卿，臣在。你来主持科举，为朕招纳良才。臣接旨。包爱卿，臣在。你来起草律法，为朕消除顽疾。臣遵旨。三叔，怎么跟猫似的，没一点动静？来，过来帮三叔瞧瞧。哎，我这右眼闭上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知道的，你是在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抽羊角风呢。就要科考了，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那还不快去读书？三叔，求您帮个忙呗。什么事情？听说今年主持科举的是范仲淹范大人，他还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这一次是重策论轻师傅，不知是重什么策论，您帮我问问呗。三叔，不是我不用功读书，也不是想走什么歪门邪道。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读诗赋，范大人他说变就变。我这么多年来不是白辛苦了吗？你觉得三叔会帮你去问吗？即便三叔真去问了，范大人也不会说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。臭味相投，跟您做一家人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这辈子都练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干脆啊，让我娘给您缝个眼罩戴上得了。
天地压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听着耳熟啊？回皇上，出自《荀子·伦理》，原本是“天地合而万物生”，这考生把“合”字改成了“压”字，把“生”字改成了“浊”字，这后面的“圣人发”应该是考生借题发挥的。这种哗众取宠的考卷，也敢拿来举荐？王宰相，恕臣愚见，臣倒以为这考生措辞大胆，精辟求新。就拿这“浊”字来说，一字双关，既蕴含了植物新生的样子，又有壮盛壮健之意。天地交合，万物茂盛，难道圣人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动辄三皇五帝，尧舜禹周，看似浮华淫巧，实乃迂阔荒诞。既然要以策论取士，何不多一些真知灼见？此文通篇论及万物本源，答非所问，与现实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如果任由此种学风增长，岂不把天下学子引入歧途？各位爱卿，都倦了吧？今天就读到这儿吧。传旨下去，让主考官们以后阅卷谨慎，杜绝此类文风滥竽充数。臣遵旨。且慢，皇上，科举乃江山社稷头等大事。皇上既然发现阅卷的考官出了问题，那臣建议把他们统统罢免掉。王宰相言重了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皇上的意思就是范大人的改革出了问题？朕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奇怪了，阅卷的和改革的都没问题，难道问题出在天下学子身上？那皇上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大宋连个栋梁之才都没有吗？有。有什么？皇上，王大人，据臣所知，在武举的考生中，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武举？哎呀，别跟着我了，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是，我出双倍的银子。你出多少倍银子都没用，姑娘们不想唱你的诗赋。他们那些酸词烂调的天天唱，我的诗句句发自肺腑，他们凭什么不唱？因为你的肺腑太肮脏。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我出3倍银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是。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我去跟如烟还有柳絮商量一下。先说好了，如果他们2个都不愿意，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他们俩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俩唱我的诗。整个天宇楼就他们俩不识字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呢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他们愿意，他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小爷我自己唱。故君有统理天下之权，而实为天下所受。人君所经其事，皆因天道。盖时新先例，时政既举，汉宣之化不难治矣。臣不识忌讳，甘冒臣言，不胜战力允越之志。臣谨对。答得好，王宰相、范大人，你们觉得呢？皇上，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，可惜啊，不是一篇治国安邦的好策论。此话怎讲？臣之所以把试卷命名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把百姓放在首位，为国之担忧分愁，为黎民百姓出谋划策。而这个试卷中处处讨论的是君权之道，实乃是本末倒置。怎么本相越听越糊涂啊？谁是本，谁是末啊？民为本。以下犯上该当何罪？当斩。那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天下的。先天下究竟该王者先，还是民者先？皇上贵为天子，但天子并非天下。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
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二位大人何必争执？这篇文章是出自武人之笔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理应独尊王道，唯命是从，岂能受百姓的意志所左右？张爱卿言之有理，武举也有此等人才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。那位考生是谁啊？考卷早已密封，在揭榜之前，还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。范爱卿，朕可不可以先睹为快？皇上，密封是为了防小人，不是为了防皇上。好，那朕就先睹。皇上，有何不妥？你自己看。是你哥吗？不是，皇上，我哥从小不学无术，以他的头脑写不出如此漂亮的文章，也写不出如此漂亮的字。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面细来下边粗，有朝一日倒过来，下边细来上边粗。好，好诗，好诗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小爷新做的，怎么样？张公子可知诗分为2种？哪2种？第一种是写给自己的，另外一种是写给别人的。那我属于哪种呢？你是属于第一种。什么意思？不骄念，不做作，有酒到酣处，自斟自饮。嘿，还是你懂我。来，再吃一杯。皇上，臣查了5科会试名册，张子雍是枢密使张大人的儿子。范大人，您确定没有错？确定。枢密使张大人家真是藏龙卧虎啊！真想不到他家里还藏了一个文武双全之才。皇上，包拯曾经跟臣说过，张子雍在开封府大牢里3年，把牢房当成书房，苦读诗书1年。范仲淹，你也算是个读书人，10年寒窗也未必就能考出一个秀才。本相真想不出他是何等的聪慧过人。皇上，您相信吗？皇上，若真是我哥，那一定是有人泄题。皇上，此次科举改革，全大宋除了考官以外，还有4个人谕旨考题，都不在所愿之列，除了臣、皇上、枢密使张大人，还有本相。如果说本相把题目泄露给了张子雍，诸位相信吗？别说你们不相信，连本相自己也不相信。朝廷有恩荫，张国丈也不想多此一举吧。如果说考题已经泄露了，那么这4个人当中，最具嫌疑的就是你范仲淹。王宰相，科举变革是范大人亲力执掌的，搬石头砸自己脚，不会太过愚蠢吗？掌权者坚守自盗那是常有的事情，在案子没有查清之前，范仲淹是很难脱干系。皇上，照惯例，3天以后就要揭榜了。如果案子还没有查清楚的话，皇上您就得认了这个武状元。朕是很欣赏范爱卿科举变革的方法，但此事，范爱卿确实负有责任。先将范爱卿收监， 3日后再论处。皇上，
轻者自轻，臣甘愿接受监禁。包大人，包大人被抓了。啊？什么包大人被抓了？是范大人被抓了。啊，对，关在了大理寺。我们得到消息，马上跑来报信。为何要抓范大人？包大人，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多谢段大人。范大人，包大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科举考试出了问题，说明是张大人的儿子涉嫌舞弊。张子雍？非但如此，还考上了状元。什么？我思来想去，从所院到阅卷，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，只有一种可能性。难道是张大人跟王宰相泄露了考题？他们要想陷害范某，没必要把张子雍推到风口浪尖上。范某倒认为不是他们，问题应该出在所院后的环节。可考卷一旦密封，考生的身份便无从得知，即便是手眼通天之人，也绝难在此后的环节做手脚。可密封前，有一个空子可钻。替考。对，在考试期间，考生甘愿替考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，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并非难事。要想查清此事，必须找到张子雍以前的笔记，与试卷一对便知。不用找了，张子雍的笔记我见过。那太好了，试卷现在在皇上那儿，就劳烦包大人速速进宫禀明皇上。范大人放心，包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告辞。包大人，我正要去开封府找你。什么事？皇上有要事找你相商。我也正要去见皇上。包拯，可有头绪？臣还不清楚，但臣可以确定，这绝不是张子雍所写。何以见得？张子雍服刑期间，在开封府大牢的墙上写满了歪诗，臣早就见识过他的笔记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张子雍找替考？没错，臣来之前跟范大人达成了共识，除了替考，其他环节不会有纰漏。朕给你3天时间，查出真相，找出那个替考。3天，还有3天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找不到那个替考，朕就要认了那个张子雍当状元。张子雍可以找替考，全天下几十乃至几百人都会滥竽充数。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，贪赃枉法不说，他们子子孙孙的后代都会成为恩荫下的蛀虫。他们买官花费的银子会一本万利的从国库里贪回来，会从百姓的血汗里榨回来。皇上圣明，臣明白了。朝廷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找到那个替考，带他来见朕，他很可能是朕要找的状元。这臣就不明白了。舞弊是重罪，替考理应是重刑，皇上为何？此事以后再议，给你3天时间，先去查案。皇上放心，臣定当竭力查案，以正大宋律法。相爷，您找我？等会儿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你爹擦剑呀。我哥考上状元了。不是还没到接榜的日子吗？
皇上钦点的。皇上疯了？是我哥疯了。皇上一命包拯彻查此事了。他要查什么呀？舞弊。是您干的。干什么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我让你给我说糊涂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是你哥，还没傻到挖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那您一点也不吃惊？你哥做什么事情我会吃惊？可朝廷有恩荫，我哥这么做又是何苦呢？哼！你爹这辈子有3件事情想不明白。第一件是先皇赐我的这把尚方宝剑，为什么没开刃？第二件呢？就是你哥，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？第三件呢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别乱动，转过身来。副将军，你是宰相府的那个门客？在下展无为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哼哼，我还想问你到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我想咱们俩都是来杀主考官的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副将军为何迟迟不动手？哼，我在数女人呢。数女人？刚才进去了10位姑娘，主考官精力旺盛的很呐。哼，看来他今晚要做个风流鬼了。咱们俩虽然是各为其主，但也算是殊途同归，何不联手？杀他还用联手？一人杀1次，各自回去交差。也罢，合情合理。嗯。这包黑子，有日子没给咱俩好脸了。他不会把咱俩给辞了吧？那倒不至于。有雨柔小姐的面子，他不敢辞咱俩。不过这包黑子心眼小，为那200两银子，搞不好要记恨咱一辈子。哎，他不贪不拿的，平时也没人孝敬他。这200两确实够他一呛。要不，咱俩去凑凑，还给他。咱俩到哪儿凑去啊？这包黑子看咱俩跟看贼似的，什么迹象都断了。再这么下去，9钱都没了。还凑去？谁啊？王朝马汉，跟我去主考官家办差。哎，来了。包大人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包大人稍后，我们先去看看。我们先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是官府的？我们是开封府的，这位是府尹包大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出人命了！带我去看。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老爷每隔几日就要寻欢作乐一番，今晚正巧来了兴致，就让下人把花满楼的头牌全都请到了府里。谁成想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，这屋里突然传出了声声惨叫，下人们过来一看，人全都死了。没见凶手？凶手早没影了。包大人，怎么样？这些人死的都十分蹊跷。哪里蹊跷？首先可以断定，凶手是2个人。为什么？这些尸体一半死于剑下，一半死于刀下。如果不是巧合，一定是2个凶手商量好，一人杀一半。
咽喉处的伤口有半寸，明显是被刀划伤的。胸口是剑刺入，伤口有1寸半，刀伤略带弧度，刚好与阔刀的形状及宽度吻合。咽喉跟心脏都是要害，刺入一处足以毙命。凶手为何杀他2次？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